车厢上挤满了抽烟的人群，过道上躺满了睡觉的人群的绿皮火车，大家有多久没有坐过？这次 DJ Humble 带大家沉浸式体验20个小时绿皮火车无座的感受啊！是真给哥们儿做明白了。这次由于事发突然啊，又临时去往深圳，结果看脸飞机票呢都是大幅的溢价。那火车呢，软卧也没抢到，硬卧也没抢到，于是只好选择这个绿皮无座的车票选项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坐过绿皮火车的无座了啊！上次坐至少有13或者15年前。我和我家里人，然后坐了一个无座的，从唐山还是济南呀到北京。那会儿年龄很小啊，现在都好多事儿都记不起来了。但是给我一个初步的印象，就是说非常非常挤，人员非常非常杂。然后你想睡觉，那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啊。那么时隔多年，咱们来再次深度体验一下。那么我这次坐的车次呢是 Z585，从重庆北到深圳东啊，始发站是成都啊。那么成都已经上人了，到重庆呢是夜里的11:59，也就是12点钟准时开车从深圳北，然后第二天的晚上8点多钟到深圳东。哎呀，这个晚上坐火车人也不少嘛。现在已经是马上12点了，看看这人，检票呢，都困了，我操，一会儿睡觉。其实大家在看到我在录这个外面车厢的视频的时候呢，我跟大家在视频里嘚嘚半天啊。我原本的方案是什么呢？我先在我这个实际车对应的检票进去以后呢，我赶紧跑到这个人家硬卧的这块，然后想在如果有公共座位啊，坐公共座位，当然肯定不能坐人床铺了啊，就是坐在公共座位那儿先睡会儿，然后哪怕晚上他不让坐，我再出来。但是没想到，就这次这个车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管得这么严，就是他直接把这个硬卧的区域给锁门了，这特别牛啊，他把门给锁上了。听到这儿呢，有的朋友就说，那肯定的，DJ汉堡，那你晚上就是硬座了，干嘛让你去硬卧的地方呢？但是从我多年坐这个硬卧啊，包括高铁就不说了啊，坐硬卧的经验呢，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都是可以在这个，比如说没有熄灯的时候，甚至有熄灯的时候，也有人啊，就是直接在这个硬卧是公共座位上睡觉，其实没人管，因为你像我坐硬卧的时候，我就睡床上嘛，你只要不睡我床上不就完了吗？可能最近改政策了，特别严，因为我硬卧也坐了很多次了，没有说这个锁门这个状态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走动的人啊，我时不时会往这个人家就是说硬座的地儿走。每次都是畅通无阻，也没有人专门把守。这次反正管得特别严啊。有人说你可能夸张了，但真的不夸张，就是所有工作人员，无论是卖水的还是真正的乘务啊，每个人只要是出这个门，都会拿那个他专门钥匙转。每个人都是这样，我特意观察了很多次。大家也看到了啊，这个站票已经把厕所门口都给堵住了，哎呀，挤得动不了。我于是赶紧走为上策，跑坐餐车。没想到跟我一样想法人有很多，还好还有个空座位。你看这大哥直接睡地上了，他就直接睡在地上了，特别牛，给我震惊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哥们儿，而且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，这兄弟是这车里应该是睡得最稳当的一个人。餐车呢，在后期就已经完全坐满了，你后来呢，基本就没有地儿了。那如果你没有地儿怎么办？你只能是站在这个火车中间的过道，就是他们有抽烟的地方啊，在那儿，或者站在这种看硬座这个过道中，反正怎么着都是挺难受的。而且这个烟啊，就在车厢里抽，也不会有人管的。这哥们儿基本从我坐在餐车上以后，他就一直在睡觉，就直接就躺床上就睡了。枕了一可乐瓶，所以给大家看一下餐车的整体状况。因为开车的时间很晚啊，很多人上车就直接睡觉了。你看戴口罩的什么都有，戴耳机的。这个车呢，还有个不舒服的地在哪儿啊？这个餐车吧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它的暖气时而开时而不开，时而又开冷空调，所以体感也非常难受啊。而且后来有一个哥们儿直接坐我旁边了，你说我也不可能不给他让啊，对吧？咱毕竟能让人多坐几个，是不是？那么带大家看看过道吧。那这个车厢呢，基本上原本我以为都是成都或者四川周边的人在启发站上车，但我看了也大部分都是这个云南的少数民族啊。然后我听旁边那个小哥们聊天说的，好像是云南少数民族那边已经过完年了，总说这是他们的这个返回工作地点，可能好多去深圳打工的。反正少数民族的面孔就挺多的，因为他们那个云南那边少数民族嘛，因为云南这个地方。紫外线强嘛，所以你一看他们就是那种高原红的状态是有一点点的，而少数民族长出来跟咱不一样。反正因为一开始我以为说的是昆明话呢，后来一听不对，这好像不是这个汉语方言的范畴啊。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小车的过道啊，你看挤满了人，你没坐只能坐这个地上。你初期觉得这个地脏没用，你最后你困得不行，你就得只能坐地上。哎，所以我去餐车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。大家看看，大家都困得不行了，都直接躺在过道上了。这个你夜里能躺，白天过车的时候，他那乘务员会让你起来的。
反正你说混乱吗？也说不上混乱，但你说乱吗？好像也挺乱的，是这么个感觉啊。而且就是整个这个环境啊，那就真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糟心的感觉啊。你每看到我这个往中板上录像的时候，都是我醒了一次，我至少醒了4、5次啊，因为那个车它不是高铁稳，它很晃的。然后我对面这桌这大姐也是聊了前半夜吧，后半夜我看也撑不住了，这又起来看看，我看看好像是到站了，是到了秀山站啊，秀山是重庆的一个区县啊。别看开了4、5小时车，但是因为它毕竟是普通列车嘛，它刚刚到了重庆的渝东南的最边缘啊。渝东南，重庆分中心城区，然后渝西片区，渝西算是重庆区县里比较富的地儿，然后渝东北、渝东南这个从川东地区。顺便更正一下，上期视频说错了啊，不是湖北西边山区，是川东地区。以前在川东地区这些区县并到了重庆，就这些区域还相对来说经济条件还是比较差一些的。所以说这个车很慢，加上它的那个乘坐体验也不太好，所以你会觉得度日如年的感觉啊，坐过绿皮火车无座的感觉都能明白这种感受。然后这个乘务已经在吃早点了，他们也是来换班的。比如说这个晚班，哎是谁来？因为还有一部分人在做夜宵，虽然夜宵的正式全部人都下班了，而且特别有意思什么呢？按照规定啊，应该是你买夜宵才能在餐车上乘坐的。但其实因为它到点儿也比较晚，也没人管，所以这个乘务就让我问了几个人要不要买夜宵，买夜宵。然后但是他们态度很强烈，但其实也知道，就是说你要真想做，人家赶不走你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看我这2小时基本都坐这个餐车了嘛，除非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起来，但我也买了2顿饭啊，买了一顿早餐，然后又买了一顿晚餐。其他时间呢，我就是蹭着坐这个餐车了啊。给大家看早点，早点花20块钱一个小面，那如果在重庆这个小面就算贵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在火车上我觉得还行，而且毕竟是成都铁路局，应该是成局鱼段的吧，所以这个味道还是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啊。这个早上大家这已经都醒来了，大家都已经是不管睡没睡好，都已经起床了。吃了早点，我就没有吃午饭啊。这是午饭开饭的时间了，那你没有买饭，你就是人家来做了，你就只能让开，然后等吃饭点一过，哎，你再回来。那你看这哥们儿还在这儿睡呢，拿了一个枕头吧，还有一个牛皮箱子垫着呢。然后大家看到刚一闪而过那黑门啊，就是锁住了门，必须有那个乘务来给你这个拧这个钥匙。那么等到中午的时候呢，这个列车已经开到华中了啊，就是湖南这边了。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地貌就变成类似于一种平原了。你只要是进重庆呢，你都会发现这个一直是过山洞、过山洞、过山洞，因为它都是山地。然后这是中午走的一个过道，你看到这个，因为午饭时间嘛，你不买饭的话，你只能在这等着。你看，我就一堆人在这儿，很多人在这儿抽烟啊。这个车厢里什么味儿都有，这个烟味儿、尿味儿、屎味儿，然后人的那种汗味儿，然后各种味道，然后这像是饭味儿。因为你想啊，待了这么长时间，人身上都会出味儿的，没地儿洗澡，对吧？先做个小总结啊，就是说能不买无座还是别买无座了，尽量还是买什么呢？你要真是说想省钱、有性价比，你可以买那个硬卧，然后你买下铺还是挺舒服的。相对来说，大家一看我那个D95，就是 Vlog 的第2篇啊，我说这硬座这个无座啊，是真的太难受了，太折磨人了。你等到这个中午，等到第2天中午、下午的时候，你感觉你全身上下一是汗，二是就油味儿，然后那个车厢那个空气啊，它也不流通。这个应该是正儿八经的绿皮火车啊，它那个上面有窗户，但不知道这次它这个乘务他们把那个所有这个窗户啊都给拧住了，就用那种钥匙那种纽扣吧，给拧住了，锁住了，又没法开窗户。然后你又想透气儿吧？你透气儿的话，比如说我这个站一停，你去透气儿，那你一透气儿，你的位置被别人占了，所以你又想坐，那你想透气儿，那不太可能，你又开不了窗户。对，那车里空气非常非常差啊，这空气差其实容易得病啊，那没办法，那你毕竟是180块钱啊，从这个重庆北站坐到深圳东站，那还是相当合适的，因为毕竟这个人群呢，买这个票人群很大一部分就是说还是基础劳工行业的，包括还有这个我也听了，就是听了一几耳朵啊，很多人是被限高了，就500块以上的车票买不了，大家知道这高铁票动不动就不往上走啊。所以很多人只能买这种什么卧铺啊、硬卧呀、或者说这个无座车票啊，就是硬座车票，那也没有办法。所以说，这个每种车票它都有每种车票对应的人群嘛。当然，我这次主要一个是着急，二是就是说也想感受一下。
那么车辆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录这个窗外的景色呢，这都是已经到这个湖南了吧，快接近于广东这个地方。那么你坐这个硬座火车啊，或者坐火车，你的最大直观感受就是它不会像飞机点对点，就跟你坐地铁一样哈，尤其是北京那种地铁，它这个很少有地上段。比如说你从这个大兴坐到昌平了，那中间它这个穿过中心城区的景色你是看不见的，对吧？就是它只是从一个地上，从一个地下到一个地下。这火车也是，那跟飞机，对吧？你也是从一个机场到一个机场，你中间你看不到别的，你只能看到蓝色、白色，因为蓝天白云嘛。但是你坐火车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，哎，这充分可以看到这些景色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而且就是说，你要是怎么说呢？你要是坐过这些火车啊，多去几个地方，你这个什么地理考试啊，虽然也不太可能啊。你艺考肯定是能拿很高的分数啊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亲眼感受到这个地貌在过渡这种感觉啊。然后我还观察到一个，就是他们餐车的这个是专门有负责餐车的同事，然后他们来单独来收钱，应该是跟他们提成有关系啊，不然他们会特别就是强烈要在卖饭卖饭卖饭，不然如果是死公司好像也没必要了。但是他们一直强烈在卖这套餐，应该是跟他们提成有关系的。包括就是说，你看刚才有一个推车的那个美女啊，推过来这个餐车上的这个不是餐车小零食，他们卖小零食的和卖餐点的又是两个组，反正不一样啊。但我具体不知道这个正式是不是正式员工，但我一个餐车上肯定正式员工。其实看那个小座啊，你别看我们这餐车，你看你这现在觉得一般，但其实你说所有列车员和列车长他们要休息都得来这个餐车，所以说其实工作环境呢，我觉得。怎么说呢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。工作环境也一般般，其实挺辛苦的啊，挺辛苦、挺煎熬的。其实铁路这个部门呢，在十几年前、几年前是很吃香的部门啊。你看我北京家里亲戚也有干铁路，那会儿还分房分地啊，分房子不分地啊，分房子呢。而你要说当时分的那种什么城郊的这种北京的房子，现在都是市中心的位置啊，都非常合适。而有那种你干到一定等级是分那种复式啊 loft 的那种房子，非常不错的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其实挺煎熬的行业啊。我身边有认识年轻的朋友，跟我同龄的干了几年也不小。然后这是我晚餐啊，吃了个盒饭20块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反正这个成都啊、重庆这种口味的铁路局的这种套餐非常适合我的口味。然后呢，等到下午晚上就已经到广东了啊，一到广东这个气温立马就上来了，对，我就把我的外套都脱了。东莞站也是最后一站，东莞站完了就是深圳东站。总体来说呢，无座还是非常煎熬的体验啊，能不尝试就不尝试，反正我是不会尝试。一到深圳呢，那种扑面而来那种，也不能说压抑吧，就是压力的氛围就来了。怎么说呢？现在这种国内这种一线城市好像都是这种感觉啊。反正我来深圳，我都不是来玩，都路过，比如去香港、去澳门路过。反正我觉得深圳这种城市呢，肯定是不错，但我的确是不太感冒啊。因为我还是喜欢那种历史年头比较长的城市，然后呢，加上我的这口味呢也是偏重口味啊，就川渝口味，所以更适合在川渝。而且就是广东啊，可能我现在认为啊，冬天挺舒服，但是这个就是深圳、香港这边啊，因为夏天啊还是太热了。你说这家这个老区啊，你看这个小楼，我这个酒店在东门啊，罗湖的东门，然后离罗湖口岸大概地铁18分钟、20分钟吧。然后花了180块钱，大家看一下觉得怎么样？反正面积还是挺大的，但就是唯一奇怪是这他妈没有窗户呀！我就好奇这个设计是干什么用的？谁来给我们解释一下？这个还以为打不开啊。这个我后来猜测了一下，感觉这个酒店应该是以前什么会所、洗浴中心改的，它以前肯定是什么联通的，联通到哪儿？然后后来它可能改成这种汉庭酒店以后呢，它就是恢复了或者给封住了。这是我的一个大致的猜测啊。好的，那么这期视频就是这样，简单分享一下我做绿皮无座感受和体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请我点赞、关注360元 YouTube 点赞订阅，谢谢你的支持，大家下期再见。我得赶紧洗澡啊，明天还得早起。我靠，我这头，这个卧铺车厢各种味儿啊，什么烟味儿这个那味儿，我现在这个头就跟这个呛了一遍一样，太可怕了。好吧，这期就是这样，拜拜，休息了。